我重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了当今痴傻的三公主，要跟她拜堂成亲。我爹当场就以为我脑子坏了，可没人知道这三公主根本不是真傻，她只是装疯卖傻，求一条活命的路。后来的她更是凭着一身铁血手腕，血洗朝纲的暴君女帝。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位三公主居然也是重生的。前世她就对我暗生情愫，只可惜我们终究是错过。这一世她不想再重蹈覆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这一次，我什么都不想管了，我只要他。我重生回来的这段日子，每天都要面对刺客的暗杀，只因为我爹是开国大功臣，曾帮先帝打下大半江山。先帝特赐他面圣不贵，可佩剑入宫，更是封了百世不替的大功。可先帝驾崩后，当今皇上早就看我爹不顺眼了，他觉得我爹功高盖主，一门心思想让我们赵家绝后。上一世我拜入了太乙宗，就算现在年纪尚小，对付这些刺客也完全不在话下。但我心里清楚，一直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所以我打定主意，从今天起就当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只要我证明自己对皇帝没有半点威胁，他才能放过我们赵家。短短数月，我就成了京城里顶流的混世魔王，人人都知道定邦公府出了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这天，管家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宫里的公公带着圣旨来了。圣旨上写着，定邦公爵长子赵景瑜温良醇厚，品貌出众，如今三公主年方28，正值婚嫁之时，特将三公主许配于我。我当场就懵了，转头就问我爹什么求亲？爹，你这是把我给卖了？我爹却跟我说，要是不跟皇家结成亲家，那狗皇帝根本不可能放过我。这桩婚事是为了保我一命。可下一秒，他就把圣旨狠狠砸在地上，咬牙切齿地骂道：没想到这狗皇帝居然把那个痴傻公主塞给了你！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问他这痴傻公主到底是哪位？他告诉我，就是那个天生痴傻，不能入皇室宗祠，跟着生母姓穆的穆洛雪。这话一出，我瞬间就想起来了，她哪里是什么痴傻公主，只是为了保命，装了这么多年的傻，就是这个穆洛雪。后来举兵造反，以血腥手段整顿朝纲，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女帝。我心里咯噔一下，真要是娶了她，到时候她登基称帝，我作为前朝余孽，岂不是要跟自己的老婆刀兵相向？更何况她生的那样倾国倾城。我脑子一转，凑到我爹跟前提议，爹，不如我们造反吧，只要走了他的路，他就无路可走了。这话当场把我爹气的抬手就要揍我。我后来才知道，就在我跟我爹掰扯这桩婚事的时候，皇宫里的穆洛雪也刚听说了赐婚的消息，身边的贵妃跟他说，自己也曾劝过陛下。可话还没说完，穆洛雪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语气阴沉地问了一句，你劝过是吗？那贵妃当场就吓得跪倒在地，连头都不敢抬。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堂堂一个受宠的皇贵妃，居然在这个痴傻公主面前活得像个庸人一样。她就是如今圣前最得宠的皇贵妃黄玉荣。穆洛雪让她再说一遍，赐婚的对象可确定是定邦公爵之子赵景瑜？黄玉荣连忙点头称是，心里却在打鼓，这疯丫头不会是受了太大打击，要跟人拼个鱼死网破吧？可她万万没想到，穆洛雪听完这话，小脸刷的一下就红透了，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夫婿居然是未来的五蛇仙，上一世和他有缘无分，这一世居然直接有了婚约。可他很快就慌了起来，前世这个时候，我本该去御仙峰太乙宗修行才对，那可是当时天下第一宗门，就连当朝皇帝都要敬畏3分。他生怕我听了外面的传言，以为他是真的痴傻，为了逃婚拜入太乙宗，那这一世岂不是又要和我错过？穆洛雪的表情瞬间变得凶狠起来，心里暗道，要不直接灭了太乙宗吧，修什么仙？身后的黄玉荣看着他这副恐怖的神情，只当他是知道自己要嫁给个纨绔废物，被气疯了，连忙劝他息怒，说这是陛下亲赐的婚。我没怒啊，息什么怒？紧接着他就让黄玉荣安排明天要和我见一面。黄玉荣连忙说，成亲之前新人是不能见面的。可穆洛雪瞬间沉下脸，语气强硬地问他，难不成你认为不合适？黄玉荣哪敢说个不字，连忙点头，合适，简直太合适了。而穆洛雪的心里已经开始偷偷期待起来。到了第2天，我爹带着我进宫面圣，这位就是大周的皇帝姬星河。他一见到我爹就笑着喊了一声，叔叔你来了，来人快赐座。这话让我爹当场就诚惶诚恐，心里门清，这狗皇帝一上来就给他挖坑。姬星河却说，先皇与定邦公乃是异姓兄弟，论辈分他叫一声叔叔本就不为过。紧接着他拿出一本奏折跟我爹说，这当中可全都是弹劾叔叔你的折子。我爹当场就变了脸色，可下一秒姬星河居然当着他的面把那本奏折直接撕了。他笑着说，放心，这些折子朕都帮叔叔你压下来了。我爹只能跪地谢主隆恩，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就是这狗皇帝暗中示意那些大臣打压我们赵家，拿着放大镜挑我们的毛病。随后姬星河就问起我这个世子去哪了，我爹连忙回禀说，昨夜老臣和犬子闹了脾气，他一气之下跑出去了。可话刚说完，身后的奴才就喊了起来，定邦公爵世子到。我爹心里暗骂，昨夜千叮万嘱让我不要迟到，还好这小子没敢在皇上面前太放肆。可下一秒他就尬在了原地，只见我一副喝得酩酊大醉的模样，嘴里还念叨着会须一饮300杯，来继续喝。我爹当场就想在皇上面前教训我一顿，心里骂道，朕赐了婚，你居然还敢去青楼寻欢，果然是京都第一纨绔。可没想到姬星河看着我这副废物模样，反而露出了一丝微笑，说，纨绔倒也不错，年少轻狂，本就该风流些，只是成亲之后可不许再这样了。紧接着他就让我们先行告退了。回家的路上，我爹狠狠揪了我一下，骂道，臭小子，装够了没有？就这闹剧，砍你的头都算轻的。我却跟他说，爹，做戏要做全套啊，谁知道这周围有没有皇帝的眼线？随后我爹问我，
昨晚到底去哪了？我轻描淡写的告诉他，不小心把兵部尚书的次子揍了一顿，你做好准备，过2天肯定会有人拿这事参你一本。这话把我爹弄得十分无奈，都快分不清我到底是真纨绔还是装的了。可下一秒，我瞬间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拿起身后的佩剑，跟我爹说，今晚我要杀一个人。我爹刚要问我想杀谁，我就已经没了人影。夜里，我潜入了一处宅子，我心里清楚，穆洛雪是在乱世里一步步杀出来的暴君，而开启这乱世的罪魁祸首就在这天一阁里。虽然现在的他还什么都没做，但这种人绝对留不得。我心里暗道，死在这里吧。随即汇聚起全身力量，一剑朝着宅子劈了过去。就算宅子布着防御阵也被我这一剑直接击破。紧接着就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宫内的高手很快就会赶来，不能引起怀疑，我当即就撤了。不过真不愧是国师天蝎子，居然没能一招解决他，但这一击也足够让他躺上几个月了。2个月后的隐仙峰开启，他肯定去不了了。到时候姬星河手里就再没有能调动的半步仙人，那前世经历过的乱世至少能推迟2年。另外，昨天在青楼我还打听到，前世穆洛雪因为修炼蛊术被关进了大理寺天牢，根本就是皇家设局陷害的。看来这次我得把他绑回府里，24小时守着，绝对安全。与此同时，永宁宫内，黄玉荣的弟弟黄兴生正哭着喊着让姐姐帮他出头。原来他昨天在青楼里跟人商议大事的时候，不小心被我听到了，不仅被我揍了一顿，还被我逼问出了所有事情。黄玉荣一开始还没当回事，可黄兴生拿出了一样东西，他当场就愣在了原地，一把就夺了过来，厉声质问他，这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偷偷养的蛊虫，本来是为了争宠，以备不时之需的。可后来这件事被穆洛雪那个小贱人发现了，所以他才不得已天天被穆洛雪使唤。这件事要是暴露了，他必死无疑。他追问弟弟到底是在何处发现的这东西，黄兴生告诉他是在他的仓库里找到，还跟他说，姐，你肯定是被穆洛雪骗了，他怎么可能是痴傻？肯定是他把蛊虫藏在宫里栽赃给你的，这宫里也就只有他那个白发外族的生母会这种邪术。黄兴生懊恼地说，昨天就是和几个哥们在青楼里商量这件事，想借着养蛊的由头把穆洛雪和我一起一网打尽，结果被我听了个正着。黄玉荣也觉得借着这件事陷害穆洛雪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怕他会鱼死网破。他让弟弟先别管这件事，他要再做定夺。突然身后传来了他父亲的声音，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们黄家是皇上扶持起来制衡赵家的，注定和赵家势同水火，现在有这么好的把柄，为什么不用？黄玉荣满脸担忧问他，这真的能扳倒赵家吗？要是扳不倒，我们黄家就完了。他父亲却跟他说，扳不倒我们也必须做，我们得让皇上知道我们黄家是有用的。你以为皇上猜忌的只有赵家吗？紧接着他凑到黄玉荣耳边低声说，其实那蛊虫是你的吧，不过事实不重要，黑的我们也能把它变成白的。黄玉荣还在装傻说，爹，你说什么呢？要是这事是我做的，我天打五雷轰。可话刚说完，不远处就传来一声巨响，把他们都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地震了。与此同时，穆洛雪也察觉到了这动静，他心里清楚，能引起这种震动的整个皇宫里不会超过3个人。他很好奇究竟是何人在交手，可他很快就把这事抛在了脑后，心里盘算着，算算日子，也该是黄兴生来陷害我的时候了。前世这个时候，多亏了黄玉荣这个好弟弟，才把我从金枝玉叶的公主变成了阶下囚。他拿出一个小瓶子，冷笑着说，现在我快要嫁人了，这一杯阎王茶就请你上路吧。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我的声音，我直接闯了进来，喊着，我那位没过门的娘子在哪呢？就那一眼，我和她直接一见钟情。在我眼里，那个后世残暴嗜杀的暴君女帝，现在只是个低眉顺眼装作痴傻的小姑娘，而在她眼里，就算我是别人口中不学无术的纨绔，也是那个前世在外地环伺之时，只凭一人一剑闯入宫中，问她愿不愿意跟他走的举世无双的武则仙。在她的滤镜里，我现在的样子简直帅得不像话。我没多想，端起桌上的茶水就喝了下去。穆洛雪看着我喝茶的样子，心里还在犯花痴，连喝茶都这么帅，真的是我能免费看的吗？可下一秒，他突然反应过来，这茶是他刚刚给黄兴生下了毒的。他连忙喊着，别喝。情急之下，他一个重心不稳，直接栽进了我的怀里。我还笑着调侃他，没想到公主这么主动。可他接下来的动作直接给我整懵了，他情急之下直接给我渡了一套名为情意绵绵的吸嘴功法。穆洛雪心里懊恼的不行，明明是想初次见面留个好印象，这下全完了，没办法了，先跑为妙。可我一把就抓住了他的手，笑着说，打了我就想跑，没那么好的事。我凑近他的耳边低声问道，殿下可知道我是谁吗？这话一出，穆洛雪的小脸瞬间红透了。可下一秒，我直接把他打横抱起，他惊得问我要干嘛。我笑着说，当然是带你回家拜堂成亲了。另一边，皇宫里，姬星河正在追查国师天蝎子遇袭的事，手下禀告说，暂时还没有头绪，目前只知道昨天定邦公父子2人曾进宫面圣。姬星河随即问起，国师现在情况如何？手下回禀，国师并无性命之忧，可体内残留的剑气根本无法磨灭。而这位国师天蝎子正躺在床上，跟姬星河说，让陛下见笑了。姬星河很好奇，伤他的人真的有那么强吗？对方乃是陆地仙人，臣这次能侥幸不死，已经是万幸。可真元受损，2个月后的隐仙峰之行，恐怕是去不了了。姬星河又问，那贼子用的是哪一派的功法？天蝎子回禀，臣认为对方是太乙宗的高人。姬星河当场就动了怒，正想去太乙宗问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可就在这时，手下突然来报，三公主被赵小公爷给带走了。姬星河当场就炸了，又是那个纨绔赵景瑜，宫里那么多高手，就留不下他吗？
吗？手下一脸无奈的回避。侍卫们本来不敢伤着赵小公爷，而且赵小公爷还放出话来，谁敢拦他，就记在小本本上，以后给谁穿小鞋。侍卫们没办法，只好假装被打倒，嘴里还喊着我死了，他太强了。我抱着穆洛雪，笑着喊他走吧，小傻子。不许叫我小傻子。穆洛雪立马就不乐意了，气鼓鼓地说。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说好好好，不叫不叫。不过他现在这副憨憨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哪怕我知道这只是他的人设，而穆洛雪的心里也在偷偷吐槽，头发都被他弄乱了，也太直男了。虽然这也是他的人设，随后我就拉着穆洛雪的手回了定邦公府。可我刚踏入府门的那一刻，一支箭就朝着我射了过来。我爹的声音传来，你还知道回来啊？我一看箭上居然还绑着张纸条，上面写着5个大字：坑爹小能手。原来我把三公主绑回府的事，整个朝廷都知道了。我爹气得不轻，跟我说，你猜猜，就这半天功夫，文武百官参了我多少本？我还笑着跟他发表获奖感言，很荣幸得到这个称号，首先要感谢我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可我爹看到穆洛雪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连忙上前行礼。老臣见过爹驾。他心里也在感慨，果然和传闻里一样，三公主当真是倾国倾城，只可惜先天有痴傻的缺陷。他随即吩咐下人先带殿下下去歇息，我也让穆洛雪先去，这里有我。等人都走了，我爹瞬间沉下脸问我，臭小子，现在只剩你我了，老实说，昨晚你去哪里了？我跟他说别提了，昨天没杀成。我爹当场就一脸震惊，居然连你都拿不下，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他心里清楚，我这臭小子虽然看着混，可武艺没得说，连他都看不清我的底子。去年南疆边境告急，乌古族举兵进犯，镇守南疆的是我的大姐赵如霜。本来前线危机重重，可我去了没多久，就直接平定了叛乱，甚至还把乌古族最强的圣兽图腾给带了回来。从那时候起，他就知道我的实力远不止看上去那样。他随即跟我说，皇上虽然默许我把三公主带回来，可却派了一堆仆人来府里，说是要符合皇室的身份，这些人里肯定有不少皇帝的眼线。我让他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紧接着我问他，爹，你有没有想过把皇家的老黄鱼宰了？我爹当场就一脸惊愕，问我，老黄鱼难不成是兵部尚书黄鱼？他可不好对付，如今皇贵妃正得宠，何况他背后还有陛下背书，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我却把我查到的消息告诉了他，如果我知道皇贵妃在宫里养蛊呢？我爹还是不太敢信。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我跟他说，他不仅敢，还想把这事嫁祸给穆洛雪，从而陷害我们赵家。这话一出，我爹瞬间怒火中烧，骂道：这群人居然这么歹毒！三公主一副痴傻的样子，怎么可能懂养蛊之事，还妄想拖我赵家下水？我让他不用管这事，交给我就好。就在这时，一只小鸟飞到了我的手里，他开口说道：青雀见过大祭司，请问有何吩咐？听闻大祭司要娶那痴傻公主，叫我来，是不是想做了她？这话一出，我直接用力捏住了他，冷声道：你动他一下，我杀你全族，信不信？青雀瞬间就意识到自己闯祸了。要知道，当初我去他们族里打服了全族，还把他们的9首龙神砍掉8个脑袋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他连忙不停跟我道歉，说属下越界了。我也松开了他，跟他说下不为例。既然和你们族达成了友好结盟，你作为首领的孙女，我肯定不会亏待你，前提是你得懂事。紧接着我问他，京都的信徒是你们族里哪个长老在负责？青雀告诉我，是9长老。京都防卫森严，一直是擅长隐秘行动的9长老负责。不过自从您当上大祭司后，9长老就撤走了，但是信徒名册倒是留了下来。我有点好奇，问道：这么说，这京都的信徒莫非都是我说了算？青雀连忙点头，是的，任您差遣。我随即问他，皇贵妃黄玉荣有没有记录在册？青雀告诉我，黄玉荣就是9长老在京都发展的地位最高的信徒。我笑了，很好，那狗皇帝肯定想不到，他身边最宠的妃子居然是巫神信徒。我随即问青雀，他的无相蛊有没有带在身上？青雀直接从口中把那蛊虫吐了出来，这一幕把我看得一阵恶心，跟他说，算了，现在不想看，你先封存起来吧。青雀又把蛊虫给吞了进去，说，好的，大祭司，到时候需要您尽管吩咐我。我当场就无语了。而另一边，穆洛雪正拿着一面镜子法器联系一个人，他问道，元姬，你们到哪里了？镜子里传来声音，神主大人，我与族人已经到了京都附近，不日便可与神主会合。还有一件事，神主之前告诉我的那座玉髓矿被别人捷足先登了。穆洛雪当场就不敢置信，那座玉髓矿藏在皇家深处，等该7、8年后才会被发现，怎么会被人捷足先登？元姬告诉他，是那些该死的南疆蛮子。南疆？穆洛雪瞬间反应过来，难道是巫蛊族？他心里清楚，巫蛊族有人潜伏在京都，得知皇家猎场有玉髓矿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前不久，国师天蝎子被高人袭击，身受重伤，这一世和前世已经有了太多不一样。看来这已经不是他熟知的那个前世了。可那玉髓矿能大幅提高修炼天赋，不管怎么样，这玉髓矿他都要定了。元姬连忙说，有神主带领，肯定手到擒来。可没想到，穆洛雪却说，这次我不去。元姬有点懵，问他为什么？要成亲了，走不开。元姬当场就以为自己听错了，神主大人居然要嫁人了。就在这时，我直接推门走了进来，一把拿走了他手里的镜子，笑着说，知道你好看，也不用天天照吧，这镜子也没啥特别的，回头我给你换个更好的。穆洛雪傲娇的把镜子抢了回去，说，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连忙跟他道歉，说自己并不知道。穆洛雪也害羞的低声说了一句，这次就原谅你了。他心里暗道，他果然是装作纨绔的。而这一幕也让我的心跳得飞快。我随即问他，桌上的这些糕点他一口都没动，是不喜欢吃吗？没想到穆洛雪却说，只是在等我一起吃。我有点懵，问他为什么要等我。穆洛雪撇过头，害羞的说，
我们不是夫妻吗？我想跟你一起吃。这话一出，我当场就快顶不住了。我随即拿出一朵花，递到他面前，问他：今晚有灯节，你估计从来没有出过宫吧？赏脸，跟我一起去吗？穆洛雪看着那朵花，久久没有说话，可他的心里却犹如火山喷发一般。这是邀请我去约会啊！来到灯会上的女帝左瞧右望，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从未见过的风景。很快，我们就赢了满满一大堆的战利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也在飞速升温。这是女帝前世从未体会过的温暖。可就在这时，一辆马车疾驰而来，沿街的百姓们纷纷四处逃窜避让，而马车之上的贵妇人却冷眼看着这一切，仿佛十分享受这种掌控他人生死的感觉。混乱之中，女帝手里的礼物也洒落了一地，这可是她第一次送给我的礼物。这时我忽然说了一句：还挺漂亮。身旁的女帝闻言，顿时心头一震，不等她开口询问，就见我直接飞身而去。此时的女帝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她以为我抛下她去找别的女人了。可就在这时，她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果然，这件衣服只有披在你身上才最好看。说着，我就轻轻帮她披上了这件披风。这是刚才那个马车上的人的衣服。原来我不是丢下她走了。于是女帝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然后趁我不注意，吧唧一口就吻了上来。之后的我们慢悠悠地逛着灯会，而女帝在心里不停祈祷着，希望时间能过得再慢一些，因为这世间的一切终于不再与她无关了。隔天清晨，我正在和南疆圣女青雀谈及一直和我作对的北荒神主，我心里想着，那人当真是个妙人，要是能和他见一面就好了。结果下一秒，女帝就出现在了我的身旁，然后十分自然地搂住了我的腰。看到这一幕的青雀顿时小脸一红，青雀，这臭女人，大白天的就缠着主上。这时女帝也注意到了我肩膀上站着的青雀，我能不能上手摸一摸她？闻言，青雀心底冷笑不止，臭女人，打扰我和主上也就算了，还敢妄图触碰我的圣体。可我直接就把她给卖了。这青雀啊，最喜欢被别人抚摸了。随即女帝就捧着青雀不停往自己脸上蹭，本就敌视女帝的青雀自然是1万个不乐意，可女帝却小声威胁她，再敢乱动就拿你做晚餐。被吓得惊慌失措的青雀不停向我求救，可我的情商本来就不高，对于女帝更是绝对的信任。既然你喜欢，那就让你养几天好了。而女帝表示她也有礼物要送给我，随即侍女原姬就献上了一个蓝色的香囊。我起初是想要拒绝的，毕竟我一个大男人带着个香囊招摇过市实在是太另类了。可我却注意到女帝的眼神满是憔悴，显然是为了制作这个香囊熬了一整夜。于是我索性直接收下了这份美意。回到房间后，原姬忍不住问女帝，神主大人，你要这只丑鸟干嘛？对此，女帝表面上说是想培养一只灵兽，实际上是想让这只灵兽保护我，因为她始终没有看透我的实力，误以为我这一世实力还很弱小。而另一边的皇帝为了引先锋之事，特意请来了2位太乙宗的高人，其中一人正是太乙宗9大宗主之一的纯阳子。此人号称雷电法王，一身修为比他的底牌天蝎子还要强上很多。有此人相助，皇帝也安心了不少。可让他看不透的是，和纯阳子随行的还有一名女子。虽然表面上这个女子是纯阳子的徒弟，可纯阳子却一直在看他的脸色行事。皇帝虽然心中不解，却也不好直接开口询问，于是直接说到了引先锋的事情。引先锋开启后，皇室可以和太乙宗共同开发，但朕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将此行的所有王侯全部消灭，尤其是赵家。闻言，纯阳子顿时大吃一惊，此行至少有数万人参加，而且这些人可都是效忠于皇室的。就在这时，纯阳子注意到了一旁的木槿向他示意，于是不再犹豫，直接答应了皇帝的要求。得到纯阳子的允诺，皇帝哈哈大笑，自认为已经胜券在握。可他却不知道，今天请来这2个人合作，是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因为木槿同样也是一个重生者，而且早在前世，他就是痴迷于我的忠实小迷妹。他在太乙宗等了我3年，却发现我没有像前世那般拜入太乙宗，于是索性借着皇帝这件事，直接下了山。亲爱的建军大人，木槿可算是帮了你的大忙，这一世你总该注意到我了吧？可结果他却发现，早就有人鸠占鹊巢了。那个丑女人前世就一直勾引我的建军大人，这一世她竟然还敢接近我的建军。此时的他正身处闹市，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本想强行压下心中的怒意，结果却看到女帝满脸甜蜜的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这一刻，他再也忍无可忍，叫嚣着要将女帝除之而后快。而此时的我也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只不过今天恰好是姐姐回家的日子，我根本无暇去寻找这股气息的来源。姐姐凑到我身旁，小声说道：传闻这3公主是个傻子，你要是觉得这门赐婚委屈，姐姐我帮你摆平这件事。没想到我直接牵起了女帝的小手，我笑着说道：纨绔少爷配傻子公主，这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见我这般态度，姐姐索性也不再强求，但有一件事她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于是她直接拽着我一溜烟就跑了出去，然后威胁我赶紧把钱还给我。你暗地里炼制了那么多提升修为的灵药，可都是我偷偷在边境帮你卖出去的，结果你赚得盆满钵满，老姐我却1个铜钱都没拉下。我怯生生地问她打算要多少，随即她直接伸出了手掌，我也不多要，就这个数。我顿时喜笑颜开，果然是我亲姐啊，就要5两。老姐闻言当场就暴跳如雷，谁要你5两了？我要的是能养5万兵马的数目。意识到不对的我连忙提醒老姐，老姐你这是想养私兵造反啊。老姐把脸偏向一旁，你这件事就别管了，我只是想给我们赵家留条后路。
我毫不忌惮地嘲笑他：“老姐，你就别学别人搞阴谋了，你这脑子又不行。”我话还没说完，他就一脚踹了过来。你小子不是也暗地里掌控了南疆10万大山吗？我和你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听到这里，我顿时笑了。老姐，你从小打架就没赢过我，计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做到和我一样的事？虽然这件事让老姐很不爽，但她却根本无力反驳。此时另一边的老爹正跟女帝炫耀，这姐弟俩从小感情就特别好，结果打脸来的比翻书还快，转头就发现那姐弟俩已经当街打了起来。到了夜晚，一名黑衣人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赵家，而此人正是太乙宗的雷电法王纯阳子。因为木槿嫉妒女帝能留在我身边，于是直接派他潜入赵府刺杀女帝。而纯阳子为了避免被人看出身份，并没有使用太乙宗的功法，反而用出了御鬼术，召出了5运阴神。此时的我正在美滋滋的泡澡，忽然就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杀意，而此时的女帝却浑然不知危险已经降临，眼看她就要命悬一线，忽然一道剑气袭来，直接将阴神打散，可另外4尊阴神也已经将她团团包围。好在那道剑气并未消散，而是像装了导航一般，精准的击中了所有的阴神，然后才原路返回，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女帝看着剑气劈开的缺口，心中震惊不已，明明是威力巨大的剑气，却只开了一个小口，此人的修为到底到了多么恐怖的境界？此时另一边的纯阳子忽然察觉到自己和阴神之间的联系被人强行斩断了，还不等他多想，就有一股剑气迎面袭来，若不是他反应够快，及时躲开，刚才那一道剑气就足以让他身受重创。纯阳子顺着剑气来源的方向看去，却只看到一个浑身缠绕着无尽杀意的身影。我明明是修为逆天的武谪仙，可就在今天，我竟发现有人敢来刺杀我的妻子，幸好我及时催动剑气，将他操控的傀儡尽数斩杀。察觉到不对劲的纯阳子当场就想抽身撤退，因为以他阳仙境的修为，竟从我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让他魂飞魄散的恐怖杀意。可还不等他施展出逃生秘法，我就已经瞬息之间闪到了他的身前，一剑挥出，在我的强势攻杀之下，他的身上竟自动浮现出一道淡紫色的法阵。我当场就冷哼一声，我倒要看看这护命法宝能护得了你几次。随即我便施展出无数剑气将他团团围住，而那剑气中央更是凝聚出了一道太极剑阵。眼见这一幕，纯阳子自知毫无还手之力，当即开口威胁：这里可是京城，你我若是继续打斗下去，定然会引来那几位柱国大人。可那时候我杀意已决，根本拦不住，就算那几个柱国真的来了，我一剑斩了便是。随即我便裹挟着磅礴气势，一剑狠狠斩落。这一剑落下，纯阳子才惊骇地发现，这一剑不伤肉身，专斩阳寿。他再也不敢有任何隐藏，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雷电法王真身。既然你执意要斩，那贫道便与你不死不休。可见到这一幕的我，当场就愣在了原地。这是太乙宗的大雷音法相，此人竟是纯阳子师兄。前世我和纯阳子师兄出身同宗同脉，他也是我在太乙宗内最为亲近的人。可师兄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他和女帝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仇恨，想来应该是师兄被人利用了。毕竟他修为虽高，但脑子一直不是很灵光。正当我准备演戏放师兄离去的时候，却发现柱国白川和海公公赶了过来。而最危险的是，武王爷也在。他虽然修为平平无奇，但天生一对神童，是当今天下唯一能够看清我底细的存在。为了避免身份曝光，我直接挥出一道剑气向他杀去。幸好白川和海公公及时出手，才挡住了这一击。白川当场就咆哮出声：你这混蛋居然敢对我的如渊出手！可他话音刚落，就发现那俩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纯阳子早已逃出了赵府，可就在这时，背后却突然有一道利剑将他刺中。此剑虽威胁不到他的性命，但也足以让他短期内实力大降。而出手的正是手持射日弓的女帝，我的妻子。随即他便吩咐元姬通知神将，帮我找来一些材料，我要炼制绝世杀气。可等元姬离去之后，穆若雪却忍不住满心内疚。这一世好不容易才和他在一起，绝不能因为我让夫君受到半点威胁。而另一边的木槿见纯阳子狼狈归来，当即开口询问事情办得如何了。可他转头一看，顿时脸色大变。而此时的纯阳子也无暇解释，随即掏出了一道卷轴，那撰写着无上秘典的卷轴瞬间将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最终缩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球。那个臭女人应该已经被你消灭了吧？沉寂了好一阵之后，圆球内的纯阳子才尴尬的开口：他现在应该一根毛都没伤到。听到这话，木槿整个人都炸了，随即就对着圆球疯狂踢打。你一个仙人，居然连个普通人都对付不了，简直就是仙人之耻。不过木槿还是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怒火。这次没除掉，就等下次吧，只要没暴露身份就好。听到这话，纯阳子更慌了，这个说不定也暴露了。随即房间内便传来一声巨响：有话好好说，你别扯我的卷轴啊！此时另一边的海公公正满脸愁容，先前那人明明只是随手一击，可我和柱国白川联手抵抗，竟让我的右手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知觉。这时武王爷来到他的面前：你是否对那两人的身份有所猜测？我先前距离太远，只看到了4人的气象彼此交错成一团。这时白川忽然想到神秘人佩戴的那柄长剑，于是当即开口猜测：那神秘人就是赵家少爷。可此话刚出，就遭到了武王爷的反驳：用同一把剑不一定就是同一人，也有可能是对方故意栽赃陷害。而且我近距离看过那个纨绔的气息，基本上与凡人无异。于是众人这才渐渐打消了这个猜测。殊不知此时的我就在不远处听着他们的对话。如果他们真的猜出我的身份，那我便让他们活不过这个晚上。回到赵府后，我直接前往了女帝的寝宫。毕竟这场暗杀从一开始便是冲着她去的，也不知道我那傻媳妇有没有受伤。刚打算敲门，就撞见女帝开门走了出来。此时的穆若雪瞬间大脑死机，怎么办？怎么办？正常女孩子遭遇刺杀后该是什么反应呢？最后她更是哇的一声，无助的哭了起来。看着俨然一副娇羞小女人形象的神主大人，一旁的元姬只感觉自己中了幻术。这还是那个冷血霸道的神主大人吗？此时另一边的父亲听说了暗杀的事情，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忽然我发现今天一整天都没有见到老姐，以她的个性不可能沉得住气，难道老姐才是真正的刺杀目标？还好父亲连忙解释，你老姐今天和家属们团建去了，刚才我还亲自去确认了她的安全。我才刚松了一口气，就看到管家满脸焦急地跑了过来。不好了，老爷少爷，宫里的李公公来了。我与父亲不由得对视一眼，在这个节骨眼上，宫中来人绝对没有什么好事。果不其然，原来是皇帝以饮先锋即将开启威名，宴请天下豪杰，特意嘱咐我和父亲一定要前去参加。实际上这场宴会就是一场专门为我们父子俩举行的鸿门宴，不过我们必须要去，不去便显得心里有鬼。而且纵使有千军万马，我也有把握安全带着父亲逃出皇宫。不过先前四人对峙时，我察觉到一股细微的气息，那股气息并不在海公公之下，而父亲对此却毫不在意。赵府怎么可能没有高手啊？然后恬不知耻地指了指自己。见状，我索性也不再追问。在我离开后，父亲陷入了沉思之中。难道这臭小子察觉到了那个家伙吗？隔天一早，皇帝特意先召见了武王爷，可海公公却突然拦住了白川。皇帝下令只让武王爷进殿，柱国请先到偏殿歇息片刻。闻言，白川不由得冷笑一声：姬星河那家伙难道是在命令我吗？眼看白川就要发作，武王爷及时开口制止了他。可不管怎样，白川都不放心武王爷一个人前去。而此时的武王爷也不像当初那么天真，他深刻的知道这皇宫之中是怎样的龙血虎潭。多年前，他与其中一位皇子相交甚欢，虽然那段时间无法使用神眼，但本能告诉他，此人定然会成为一代贤明之君。突然有一天，皇帝让他动用神眼看看此子的气象。起初武王爷以为皇帝是想要立这个皇子为储君，于是索性将目之所见毫不保留地说了出来。殿下，他一身气象名为金龙护体，此乃天子之气象。皇帝闻言不断地仰天大笑，然后取下一旁珍藏的宝剑。这柄宝剑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皇子伸出双手，等着父亲将宝剑交给他，结果却等来了父亲的屠刀。这普天之下，唯有朕才是真正的天子，就算是我的儿子也不例外。如今重回皇宫，武王爷的心意变得格外的坚定。姬星河连自己的孩子都容不下，这样的无耻之徒不配称王。等到武王爷进入大殿，映入眼帘的便是众多的皇子皇女。居于高位的皇帝皮笑肉不笑的开口：皇叔，赶快看看我的这些孩子有哪些是可造之材。在场的皇子皇女们纷纷投来期待的目光，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被武王爷看好，他们就会赢得父皇的宠爱。可武王爷却不由得看向了皇帝身旁的那柄宝剑。好在这些皇子们气象平凡，他索性直接说了出来。可皇帝显然不信，一身杀意毫不保留地展露出来，而武王爷则是语气坚定的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见状，皇帝这才安心了许多。他刚想宣布解散，突然想到二皇子恒一没来。二皇子腹泻不断，还要晚一些才能过来。其余的皇子皇女们纷纷露出嘲笑的神情。等那个废物，纯粹是在浪费时间。这时二皇子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结果脚下一滑，直接摔倒在武王爷面前。众人见状毫不掩饰地嘲笑起来。可武王爷却发现二皇子身上缠绕着一道真龙之气，于是他小心地开口提醒：二皇子若想活命，就赶快离开京城吧。一旁的皇帝本来就不对自己的这个儿子抱有希望，得到武王爷的回答后，便让他们离开了大殿。对了，皇叔，我近日请来了2位世外高人，正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可武王爷见到他们却是大惊失色，因为此人便是他卦象之中的灾星。微臣恳求陛下立刻处死此人。这个女人的气象乃是荧惑灾星，若是不除掉她，定然会引起天下大乱。眼看皇帝一直默不作声，武王爷直接拔出手中宝剑。我曾立志为天下立心，绝不能容忍这个妖女存活于世。可纯阳子只是随意释放出一道灵力，就让武王爷感到如同泰山压顶一般，无法动弹。这时一道白雾瞬间袭来，来人正是武王爷最信赖的柱国白川。只见白川手中浮现出3团青白交错的特殊火焰，而纯阳子见状也不敢大意，赶紧使用符箓形成了一道屏障。可白川却是冷笑一声：防御不错，可惜有死角啊！一团火焰直接在纯阳子背后燃起，被击中的纯阳子竟然瞬间消散，然后手捏雷法向着白川杀去。身为山神的白川虽然远离巨星山，但一身实力依旧十分惊人，两人战斗的余波更是直接引起了小规模地震。此时的皇帝也流露出了杀意。虽然这2人是不错的助力，但武王爷定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若是放任他们，肯定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可还未等他下令，就见木槿向他走来。陛下可曾听说过天武？这传闻中的天武遗迹就隐藏在饮先锋之中。恋人对他身份早就心知肚明的我，连忙拉着他的手离开。这个蠢丫头，连自己的人设都不要了吗？可他望着我的背影，却不由得露出一抹明媚的笑容。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你总会不顾任何危险出现在我面前。而此时的皇帝，为了所谓的天武遗迹，竟不惜与卦象中那个祸害苍生的妖女合作。殊不知这所谓的妖女，同样是一个重生者，而且还是从前世就一直痴迷着我的病娇女。与皇帝不同，武王爷却容不下这个妖女。没有任何东西比黎民百姓、天下苍生更重要。而皇帝却不急不忙地解释说道：皇叔，你可听说过天武？武王爷又怎会不知道这个？曾一统天下的天武王朝，传闻中天武大帝拥有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可不知为何整个王朝竟在一夕之间彻底消失。而皇帝早就觊觎这天武王朝，先前他娶了慕若雪的母亲，正是因为他知道北黄泉先祖乃是天武一族。此时的皇帝认为自己胜利在望，准备在行动前先除掉我这个隐患。见我没有落入他的圈套，他索性直接将罪名强行塞给我。而父亲得知消息后，再也不打算隐藏实力了，直接打开了赵府的一处密室，而密室之中竟隐藏着一处巨大的石像。随后一道身影缓缓走出。看来你小子终于打算迈出这一步了。
而心急如焚的穆洛雪也下令召集北荒之人准备造反。自大的皇帝不知道，因为自己的一时兴起，竟同时得罪了北荒和南疆两大势力，更是打破了千里人屠赵成武这个杀神的最后一丝忠心。此时的我从青雀的口中听说了北荒打算抢夺玉髓矿脉的消息，我当即决定亲自跑一趟，好好震慑一下北荒这帮人。毕竟我的修为早就突破了仙人境，比我家女帝娘子整整高出2个大境界，往返玉髓矿脉对我来说不过是眨眼的功夫。就在这时，北荒的队伍里有个小丫头正气得直跳脚。凭什么那个家伙能坐神主的位置？在我看来，神主之位就该能者居之。北荒的神将岳西似笑非笑地开了口。这么说来，你对我们的新神主意见很大啊。闻言，那小丫头毫不犹豫地就承认了。新神主血脉不纯，就算修了我族功法，迟早也会停滞不前。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岳西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只知道新神主血脉不纯，却不知道他早已完成了血脉返祖，小小年纪就能施展元祖真身，修行不过短短10年，就胜过了我300年的苦修。就在这时，岳西忽然察觉到有人拦路，看来是有小老鼠来捣乱了。我抬眼望去，只见率军之人竟是白发红瞳的模样，我心里再清楚不过，这正是女帝的母族之人，前世就是他们把被关进大理寺的女帝救了出来，所以我只打算稍微震慑他们一下就收手。可那小丫头却误以为我是南疆来的人，直接凌空跃起，召唤出了数把飞剑，凌厉的飞剑破空袭来，却被我随手一挥就尽数打飞。可他根本没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实力天差地别，竟然直接把右腿高高抬起，想冲过来和我近身肉搏。我顺手就抓住了他的脚腕，反手就把他扔回了北荒的队伍。岳西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还在笑嘻嘻的斥责那个女孩太过冲动。他刚准备亲自出手，就见一道毁天灭地的剑气迎面袭来，整个大地都像是被硬生生劈成了2半，留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见此情景，岳西表面上还强装淡定，实际上魂都快吓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地方竟然会出现一位陆地仙人。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先试探一下对方，毕竟这里离京城很近，只要陆地仙人敢出手，必然会引来京城的那几位众。而另一边的我已经来到了贵妃的寝宫，我猜想过皇帝对付我的1万种方式，但唯独没想到他竟拿自己的女人对我使用美人计，甚至还用上了海量的迷魂香。贵妃自以为胜券在握，伸出手就想将我扑倒，可我只是催动真元流转，就直接破解了迷魂香，随即一指点在了贵妃额头。这狗皇帝真是毫无底线，居然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不在乎。皇帝为了陷害我这个驸马，不惜献上自己的宠妃。重生归来的暴君公主得知消息后，火速赶往后宫，就算是今日身份曝光，也要守住心爱之人。可他们却不知，这个人尽皆知的纨绔子弟，乃是举世无双的武则仙，仅仅是随手一点，便拿下了投怀送抱的贵妃。可这时屋外却响起了御林军的声响，显然是皇帝早有准备。于是我使用无香之术，伪装成了侍女的模样。虽然没有被他们发现真实身份，但众人皆知我先前进入了房间，而如今房间内只有昏迷不醒的贵妃。不过我早就预料到类似的情况，所以故意留了一个不在场证明。此时的青雀正幻化成我的模样与二皇子待在一起。收到我的信息后，青雀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赶忙离开，而从小就害怕我的二皇子则是不由得松了口气，总算把这个煞星送走了。结果我伸手就按在他的肩膀上，接下来让我们愉快的玩耍吧。见到我去而复返，他顿时被吓得快要哭出来。而我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和二皇子在一起，于是带着他不停地在皇宫内刷存在感，结果却在拐角处撞见了焦急赶来的穆洛雪。见我安然无恙，他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而此时对我穷追不舍的御林军又围了上来。事到如今，穆洛雪也顾不得伪装自己的痴傻公主形象，她只想守护自己前世爱而不得的关。真武图能挡住本王的神童，你这是在提防赵家吗？武王爷见对方猜出了自己的意图，索性直接就承认了。今天既然本王来了，这真武图我就必须带走。观主当即冷笑一声，就算我功力快要散尽，你们这几个虾兵蟹将还不配被我放在眼里。可他怎么也没猜到，随同武王爷一起来的还有柱国白川。而另一边走到半路的我们，忽然收到了信鸽传书。老爹见状，赶忙调转方向想离开，可我却发现武王爷已经率军赶到了附近。来到近处的他也是脸色一惊，真不愧是千里人屠赵成武，一身煞气依旧直冲凌霄。为了避免被老爹身上的煞气影响，他索性直接喊话让我出去一见。老爹连忙谎称我感染了风寒，不便见客。可他们又怎么会相信这种蹩脚的借口？白川直接伸手就想去掀开马车上的帘子，可他的手腕却被老爹死死攥住。你这小娃娃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和我动手吗？老爹此刻也是骑虎难下，他虽然号称千里人土，可本身的武力值并没有那么高，自然也不是山神白川的对手。见状，我直接给老爹传音，不必阻拦他们，我有把握把他们全部留下。就算是诸国之中轻功最好的白川，我也有90%把握把他解决掉。可老爹只当我是在吹牛，让我情况不对就立刻逃跑，剩下的事情他会处理。入国，可他刚迈出一步，就从那道沟壑里探查到了一股惊天剑意，仅仅是残留的剑意，就让他浑身发冷。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就跪了下去，多谢阁下不杀之恩。把他们赶走之后，我心里也很清楚，我刚才的那一剑肯定已经被京城的几位诸国察觉到，但正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我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他们一并收拾了。我家娘子是重生归来的无情女帝，前世高冷霸道的她，这一世却只想天天给我暖床，还拼了命的想怀上我的孩子，就想用这种方式把我牢牢锁在身边。可她却不知道，我同样也是
是重生者，而且还是前世一直和他暗中作对的南疆剑仙。之前抢夺玉髓矿脉的时候，我一剑就吓退了女帝手下的100万大军，也直接引来了皇帝的猜忌。他不惜请出了天生一对神童的武王爷出山。武王爷的这双眼睛，号称能看清世间一切伪装，要是被他看出了我的真实修为，势必会引起天下动荡。到时候女帝也一定会猜出我的真实身份。为了避免身份曝光，我跟着老爹前往玄天关，想借用真武图这件至宝，号称能隔绝世间一切的勘察。可没想到武王爷已经先一步赶到了玄天里，于是我们父子俩就这么演着戏走下了马车。为了贴合我纨绔子弟的人设，我直接走到白川面前，开始出言调戏。而不远处的武王爷，因为老爹身上煞气的影响，始终看不清我的虚实。还请赵小公爷过来，让本王看看你的风寒之阵。见状，我和老爹对视了一眼，然后装作一副不学无术的纨绔模样，大咧咧的走了过去。我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只要武王爷的神色有一丝不对劲，我就直接出手把他解决掉。就在这时，白川忽然察觉到了一股让他胆寒的惊天杀气，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知，这个看似纨绔的小子，竟然能散发出这么可怕的杀意。他当即闪身，挡在了武王爷面前，可武王爷却让他不必太过紧张，在本王的神通之下，并未发现任何异常。经过这一次见面，武王爷也彻底打消了对我的猜忌，可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刚才我一直盯着他的脸色，要是他真的看破了我的伪装，我绝对能察觉出来到底是为什么他没能看破我的底细。就在这时，我忽然感觉到怀里一阵温热而发热的东西，正是女帝之前送给我的香囊。原来女帝误以为我这一世实力很弱，于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求来了一张天机符，放在了这个香囊里。阴差阳错之下，竟然帮我躲过了这一劫，也让浑然不知的武王爷一行人捡回了一条小命。回去的路上，白川忍不住问武王爷：“王爷，那赵小公爷真的没有问题吗？他的气象十分平凡，应该不是那个灾星。”闻言，白川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毕竟他刚才感受到的那股杀气实在是太过可怕，可怕到让他这位山神都宁愿相信那只是自己的错觉。白川，你其实不用陪着我，离开了巨星山，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的。可白川却态度坚决地表示，除非王爷和我一起返回巨星山，否则我绝不会放任王爷一人独行。白川心里很清楚，之前的卦象显示朝中有灾星降世，若是不除，势必会引起天下大乱。他更清楚，武王爷临行前，他的师傅给他算了一卦，说他此行必死无疑。既然此行凶险万分，他能做的也只有舍命陪君子。而另一边的我，也和老爹聊起了武王爷和白川的故事。那白川本是得道修成的山神，而神本就没有男女之分，只有在化形的时候才能选择一次性别。他本来想做一个女人，却为了武王爷，最终选择化形成了男人。对此，老爹十分不解。既然能做夫妻，为啥偏要做兄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只能随口哼出了前世关于他们的那首小曲：我系君心，君系天下，不为结发，但做同袍。回到赵府之后，我本以为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皇帝又派来了2个适婚宫女，想让他们成为我的妾室，从而监视赵府的一举一动。送他们前来的正是如今皇帝的心腹，人称扮相的海公公。我本以为和这老家伙不会有什么牵扯，可我却敏锐地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杀意。我心里纳闷，我和这老家伙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就对我起了杀心。海公公进入赵府之后，就直接前去面见女帝。见他前来，女帝虽然表面上十分淡定，可攥紧的手却在止不住的颤抖。当年我娘临终前想见你最后一面，你没来，如今你却在侍奉，害死我娘的凶手。海公公自知有苦难言，索性也不再解释，直接把之前和女帝联系的元姬带了出来。此时的元姬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把一头雪白的头发染成了乌黑的颜色。她之前还不知道海公公的真实身份，还在感谢他帮自己来到赵府。可女帝却冷笑一声：“何必谢他？人家可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海公公。”元姬闻言顿时大惊失色，当即冲着海公公厉声质问：“你当年明明有机会救出老神主，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候当了叛徒！”说着，元姬就凝聚灵力，朝着海公公冲了过去。可面对元姬的攻击，海公公却面不改色，一道无形的屏障就轻描淡写地挡住了他。一旁的女帝见状，连忙上前制止。而海公公在离开之前表示：“我可以帮忙废除此次婚约，毕竟那个纨绔根本配不上殿下。”可女帝却瞬间脸色阴沉，警告海公公不要多管闲事。精于算计的海公公顿时一愣，心里暗道：难道殿下对这个纨绔是认真的？海公公走后，元姬立马就八卦了起来。先前我看到驸马了，长得是真的英俊啊，神主真是好福气。女帝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可脸上却诚实的泛起了一片红霞。不过属下有些搞不明白，明明驸马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把他给别的女人用啊？听到这话，女帝彻底绷不住了。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元姬则是很坦诚的，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都说了出来。这一次和我一同前来的还有很多女人，听说她们是被派来试婚的，不就是要让她们成为驸马的女人吗？此时的女帝从来没有这么慌张过，仿佛大脑瞬间死机，直接停止了运作。而此时的我早就想好了应对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和女帝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来，也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试婚宫女了。我还没见到女帝，就先看到了一群脸色铁青的礼官。身为纨绔的我，根本懒得想什么借口，直接对他们使出了秘籍万年杀。礼官们顿时个个义愤填膺：公主大人的贞洁由我们来守护，我们绝不会让你过去。那是我未过门的娘子，她的贞洁用不着你们来守护。得知此事的老爹闻讯赶来，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只看到一群倒地痛哭的礼官，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之前，还不忘放下狠话：此事我定要禀告圣上。过几天就要试婚了，你行不行啊？我当即让老爹帮我推掉这次试婚，毕竟试婚之后，按照礼制就要纳他们为妾，到时候皇帝岂不是连我底裤什么颜色都能知道的一清二楚？可
可老爹又怎么敢直接拒绝皇帝的试婚旨意？最终只能表示帮我延迟10天。他本以为我会在这10天里想出解决的办法，结果我当天晚上就直接闯进了女帝的寝宫，唰的一下，女帝就躲回了床帐后面。母后说过，这个时间来的男人都是大坏蛋。一旁的元姬还在旁边幸灾乐祸。我足以女为尊，竟然敢在成婚前住进神主的房间，真是自找苦吃。我故意说了一句，打算去花楼留宿。女帝一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不准你去，难道我还比不上那些花楼女子吗？你就留在我这里过夜好了。见到这一幕的元姬直呼自己肯定是中了幻术。此时我也注意到了，房间里还有个元姬，忘了你还有个随身丫鬟，要不还是算了。可女帝却连忙表示，元姬她今天正好要去城里探亲，对吧？元姬也只能无奈的应了下来。为了神主大人的终身幸福，她只能忍了。元姬刚走，女帝就直接朝着我发起了攻势。我不想把你分给其他的女人。我也跟她解释，自己根本就没打算接受那些试婚宫女。说完，我就起身准备去侧房休息。可女帝此刻却彻底慌了。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却对她一点歹心都没有。难道是我觉得她没有魅力吗？她本想保持端庄女子的矜持，可一想到前世凄惨的自己，虽手握大权，却连自己的爱意都不敢表达。这一世，她不打算再等下去了，于是一把拽住了我的衣袖，留下来陪我，不好吗？说着就直接把我按倒在了地上。而此时的元姬正在城墙外冻得瑟瑟发抖。隔天早上，一群礼官和老爹正站在女帝的房门前，讨论着怎么避免我在成婚前见到女帝。可忽然就看到我满脸微笑的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而一身衣衫凌乱的女帝也睡眼惺忪的跟在了我的身后。这一幕直接把老爹看得目瞪口呆。我让你去想对策，你直接给我整这一出。礼官们更是个个怒火中烧。成婚之前竟然做出这种事，你这纨绔根本不配成为皇亲国戚。可我却满脸无所谓的表示，这种两情相悦的事情有什么过错吗？最终礼官们愤愤不平的表示，定要将此事告知圣上，好好惩戒你这纨绔。而此时的皇宫里，皇帝正满脸阴郁，半仙境界的国师本是他的底牌，却不知被谁直接打成了重伤。这时一个礼官一个滑铲，直接跪进了大殿。不等他开口，皇帝就火冒三丈，让人把他赶出去。毕竟这几天他基本每天都要来告状2次，甚至在皇帝用膳的时候都能扯到如厕的事情。被海公公拖到宫殿外的礼官连忙解释，这一次不是小事，那纨绔竟然直接住进了公主的房间。闻言，海公公顿时脸色铁青，一群人竟然看不住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陛下留你们何用？礼官这才反应过来，这件事要是被皇帝知道了，自己也难辞其咎，于是连忙慌张的解释，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了他的歹心，昨晚是我在公主房里男扮女装，那家伙根本没得逞。这件事过后，礼官们颜面尽失，还被皇帝勒令禁止再出现在他面前。而元姬早上也重新回到了女帝的房间，可她刚进门就看到我提着2坛酒也走了进来。此时的元姬虽然嘴上没说，心里早就把我的族谱问候了一遍。见我前来，女帝笑容可掬的再次表示，真是太巧了，元姬她说今晚也要去探亲呢。我叫赵景瑜，定邦公府的小公爷。京都人人都骂我是纨绔，可这次我真的没惹事。可偏偏就是这场蹲大牢的无妄之灾，牵出了皇帝的杀心、太乙宗的秘密、皇家的算盘，还有慕洛雪藏了2世的执念。更要命的是，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救我，结果每个人都把局面推向了更深的坑。这就是京都最瘆人的地方，人人都攥着自己的算盘，人人都觉得自己万无一失，可真相偏偏就差这一步，差这一步，救命会变成绑架，护短会变成谋反。前几日，皇帝姬星河设了个局，想借皇妃的事把我定死在罪证里，可查到最后，他发现我根本就没去过永宁宫。皇妃昏迷不醒，香炉里的毒霸道的吓人。太医跪在地上，连神智能不能保住都不敢打包票。海公公低声回话，皇妃若醒不过来，真相就彻底断了。皇帝站在殿中，脸色黑得像压着炸雷，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一局彻底失控了。他最怕的从来不是皇妃出事，而是局里出现了他看不见的人。我没去永宁宫，皇妃却提前点了毒香，这说明有人借着他的局反手又布了另一层局。皇帝想抓我，结果自己也被人蒙在了鼓里。偏偏武王爷临走前还留下了一句话，相信陛下会做出正确选择。这句话像根针，狠狠扎进了姬星河的心里，因为平文王早就提醒过他，太乙宗的幕景可能是荧惑杀星。于是皇帝当场下令，让黄庭君守在乾清宫外。海公公瞬间就明白了，陛下这是准备动刀了。皇宫里的风向一夜之间彻底变了。前一刻皇帝还想拿我问罪，下一刻他已经开始权衡，是杀了幕景，还是赌他手里藏着的惊天秘密。另一边，养心殿的废墟里，纯阳子急得在原地团团转。宫外军马已经集结，我们是走还是留？若现在走，趁军阵还没成型，他还能强行护着幕景出宫；若留下，黄庭君在家第5柱国，他这个杨仙也未必护得住他。可幕景却轻轻一笑，不走。纯阳子当场就急了，平文王那双神眼可不是摆设。皇帝若信了他的话，留下就是等死。可幕景只淡淡说了一句，就算我是荧惑之命，姬星河也一定会选我。纯阳子直接愣住了，他不懂隐仙峰里到底藏了什么，里面埋着的是一个时代。这一句话比任何保证都要重，因为修行者到了纯阳子这种地步，寻常的金银权位不过是掌中飞灰，能让幕景冒死入宫，能让太乙宗压上一位杨仙，那隐仙峰里必定藏着足以改朝换代的东西。很快，皇帝来到了养心殿，纯阳子挡在门口，幕景仙师只见陛下一人。海公公立刻上前护驾，可纯阳子只吐出了2个字：天
天武这两个字一出，姬星河的眼神瞬间就变了。天武王朝，那是数万年前横压四海八荒的传说王朝。天武帝自称天帝，曾想立天庭举招飞升。传说那时的天武王朝有108殿，每一殿都有绝世强者坐镇，那不是普通的王朝，那是一个想把人间变成天庭的疯狂帝国。后来这个王朝一夜之间彻底湮灭，只剩零星残物偶尔现世。所以皇帝听见天武二字，立刻推开了海公公，孤身一人走进了殿内。木槿站在废殿之中，第一句话就把皇帝定在了原地。隐仙峰不是普通秘境，隐仙峰就是天庭遗迹。姬星河的眼珠子瞬间绷紧，木槿继续说道：世人只知云后有仙峰，却不知仙峰下埋着整个天武遗址。皇帝问他凭什么确定？若只是普通机缘，我何必带纯阳子来京都，又何必愿为大周效力20年？皇帝当场沉默了。能让一位阳仙低头的东西，绝不可能只是几件神兵。姬星河是皇帝，他不怕宝物少，他怕的是宝物落进了别人手里。若隐仙峰真是天庭遗迹，那谁拿到它，谁就有可能改写整个天下的格局。所以此刻木槿不是在求皇帝信他，他是在逼皇帝看见一个更大的诱饵。等我从隐仙峰出来，会把真正的宝物献给大周。若献不出来，陛下可在出口布阵杀我。皇帝问他那宝物到底是什么？不是俗物，而是能让人族昌盛的飞升之法。当年天武帝举朝飞升失败，可飞升之法却留了下来。北荒古神氏族便是天武遗族，也是那法门的受益者。这秘密太大了，大到足以让整个天下彻底翻盘。姬星河这一生最想做的，从来不是当个守城之君，他想做超越历代帝王的人，想让大周的名字压过所有旧朝。所以飞升之法一出现，他的理智和野心就开始疯狂撕咬。木槿深深一拜：若陛下不敢毒我，现在就回太乙宗。若陛下有宏图，我愿助陛下开万世太平。姬星河突然笑了，笑声震得整个废殿都在发颤。天帝做不到的事，朕未必做不到。天下若要乱，那就由朕来乱。木槿赢了。皇帝原本布下军阵是想杀他，可短短几句话之后，刀锋直接调转，他从必死的嫌疑人变成了大周未来的钥匙。可他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大周的权势，而是我。他当场向皇帝开口：请陛下把赵景瑜交给我，也请陛下收回他与天家的婚事。他要带我回太乙宗，让我此生不下御仙峰，也不再回京都。这话听着像囚禁，可从他的语气里，我能听出另一层意思。京都太危险了，皇帝盯着我，皇家盯着我，连太乙宗也盯着我。他想把我从这盘棋里彻底摘出去，哪怕这个办法会让皇帝心生疑虑。姬星河也确实起疑了，他第一次发现木槿提起天庭遗迹时面不改色，提起我时却乱了呼吸。皇帝看出了他的紧张，却没有立刻答应，只说等隐仙峰之事了结后再议。而我这边还在宗人府里喝酒，说是坐牢，其实我住的是单独的小院，有酒有菜，还有人伺候。府城慕容轩弯腰陪着笑，小公爷还缺不缺人陪酒？我喝了一口酒，当场就嫌弃了，这酒淡的跟刷锅水一样。旁边的官员看不懂了，他犯了这么大的事，您怎么还对他这么客气？慕容轩当场冷笑，赵家德是从来不靠皇帝的恩宠。那官员瞬间就闭了嘴，因为他突然想起了赵家的老底，我爹赵成武那是一生打出来的爵位，我姐赵如霜领兵镇边杀的敌军不敢难忘。赵家只要军旗还在，就不是一道圣旨能随便踩碎的软柿子。这话再明白不过，赵家靠的是兵权，是战功，是满门的刀锋。到了夜里，慕容轩悄悄进了屋，拿出一枚金令，直接就跪下了。下官慕容轩见过小主。那一刻我才知道，这座看似铁板一块的皇家牢狱，早被赵家的暗线钻出了一条缝。外面的人以为我被困死了，其实只要我愿意，消息照样能传出去。原来他是我爹埋在宗人府的案子，早年跟着我爹南征北伐，后来改头换面混成了宗人府府丞。他冒险来见我，只问了一句话：那天的事到底成没成？我当场反问：皇帝给我爹提了什么条件？皇帝没见将军，只暗示赵家藏着的高手必须亲自面圣。我当场冷笑，果然皇帝从来不是冲我来的，他想逼出那天击退纯阳子的神秘高手，可他做梦也想不到那个高手就是我，而我现在就在他的牢里。慕容轩又低声说道：将军还问陛下用过的女人是什么滋味？我差点没被气笑，这个老匹夫儿子都被关了，还有心情开玩笑。可我也明白，他越是敢开这种玩笑，越说明他心里稳如泰山。只要皇帝没有实证，赵家就不会慌。真正该慌的人是拿不到把柄，还必须摆出帝王威严的姬星河。我告诉慕容轩，有人陷害我，但没有得逞。皇帝手里没有任何把柄。消息传回赵府，我爹心里彻底有底了。从第二天开始，他天天堵在金銮殿前喊：陛下犬子犯下大罪，请陛下3-4会审，该杀就杀，老臣绝无二话。满朝文武都夸他铁面无私，可皇帝差点被他逼疯了。真要3-4会审，他拿什么审？二皇子能证明我没撒谎，皇妃神智混乱，宫女也断了线，所有证据都在说我无罪。皇帝放了我不甘心，想定罪没证据，只能硬拖着。我爹则更狠，他每天跪得比谁都诚恳，喊得比谁都响亮，表面上是求皇帝严惩亲子，其实每一个字都在逼皇帝拿出证据。朝臣听着是满门忠烈，皇帝听着却全是刀。皇妃回到皇府之后，黄鱼关上了书房门，提到了那个面容千变的巫神教使者。黄玉荣脸色瞬间大变，他终于明白，那天他见到的赵景瑜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他原本以为自己设下香炉毒局，只要我踏进永宁宫就会落入死局，可现在想来，那个进殿的人出现的太巧，消失的也太快。他引来的不是猎物，而是一张反咬他的假脸。黄鱼又拿出了2份密报，一份显示南疆军局诡异，一份写着赵如霜带回京的人里藏着巫蛊族高手。黄玉荣以为赵家完了，可黄鱼却不肯交出证据。现在不能动赵家，赵家手握兵权，一逼就反，大周承受不起。黄玉荣根本不懂，他只想报仇，只想让我死。可黄鱼看得更远，他知道赵家是猛虎，皇帝也是猛虎，两虎相斗之前，皇家绝不能先冲出去当那个肉垫。他没说出口的是，赵家若倒了，下一个被皇帝清算的可能就是皇家。所以黄鱼不急，他要等皇帝和赵家斗到最凶的时候，等所有人都露出底牌的时候，到那时他手里的证据才会变成最锋
锋利的刀，朝堂之上暗流翻涌，我却在宗人府里待得快发霉了。于是我让清雀变成我的模样，替我坐牢，我自己偷偷溜回了赵府。这事说起来离谱得很，别人坐牢是插翅难飞，我坐牢像回客栈，想出去透气，就让清雀变成我的样子顶一会儿。等我逛完了，再神不知鬼不觉的回来。我爹一进书房就看见我坐在他的位置上吃点心，他眼睛都直了。你不是在宗人府吗？清雀替我坐着呢，几天没回家，有点想家了。我爹绕着我看了半圈，确认我不是鬼，才问我回来干什么。回来看看老爹，他立刻挥手，少来，你不在家里清静多了。我懒得理他，转身去看我的小媳妇穆若雪。我趴在墙头，看见她坐在灯下绣花，一边绣一边偷吃糕点，腮帮子鼓鼓的，像只藏粮的小仓鼠。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她绣的是鸳鸯还是肥鸭。我笑着离开了，心里还在想，夫君都坐牢了，他倒吃的挺香。可我不知道，我刚走，袁姬就进了他的房间。穆若雪放下绣绷，脸上的软意瞬间就没了。事情准备的如何？那一刻的她，再也不是灯下偷吃糕点的小姑娘，她的眼神很冷，像早已把经验每一条退路、每一个守卫、每一次变数，全都算进了掌心。袁姬说：“大神将和族人都准备好了，只等神主一声令下。”原来他不是不担心我，他已经准备好今晚就劫宗人府，把我从皇帝手里抢出来。他不是不慌，他只是把慌藏在了眼底。前世的血债像一场噩梦，赵家满门覆灭的画面一直压在他的心口。这一世，只要皇帝的刀影敢靠近我半步，他就会先把那把刀生生掰断。他笃定我不可能轻薄皇妃，因为在他眼里，天下最好看的女人已经在我身边了。他真正怕的是皇帝开始对赵家动手。前世赵家覆灭的悲剧，这一世变数太多，他不敢赌，也不敢拿我的命去赌。另一边，京郊的赵家庄园里，巫蛊族的人也坐不住了。他们得知我被关在宗人府，一个个拍桌而起，今晚必须救大司祭出来。可有人弱弱的开了口，大司祭连大龙神都打不过，不是大龙神都打不过他，我们真的需要救吗？满屋子瞬间安静了。这话虽然怂，但也扎心得很。他们口中的大司祭明明强得离谱，却偏偏被关进了宗人府。众人想救，又怕自己救到一半，反被我嫌碍事。而我这个被两拨人惦记的当事人，正站在京都的夜市里跟小贩砍价。我花了3000银子买了一根看着还行的簪子，准备送给清雀。那簪子说是银的，其实多半掺了别的料，可样式还算精巧。簪头雕着一只小鸟，看着倒和清雀挺配。我把簪子塞进怀里，还想着等回牢里，他准会嘴上嫌弃，手却偷偷戴上。小丫头替我坐牢，总得给点甜头。逛着逛着，我又到了醉红楼门前，想想回去也是坐牢，不如先听曲。我还特意摸了摸怀里的簪子，心想晚点回去，清雀若敢抱怨，我就拿着簪子堵他的嘴。谁知道我这边听的是软曲，他那边听的是宗人府外倒地的闷响。宗人府里再舒服，也没有灯红酒暖，也没有软曲清歌。我本来只想偷个懒，谁能想到就这一偷懒，直接偷出了一场京都大乱。我进了包厢，酒一杯接一杯的喝，曲一段接一段的听。这次没用真元化酒，竟然真喝出了醉意。可就在我听曲的时候，一团团黑雾正掠向宗人府，那是穆若雪派出的全仙族高手。岳西走在最前面，手持紫色长幡，其他族人各持小幡，用黑雾遮住白发赤瞳。全仙族的身份不能暴露，一旦京都发现他们的踪迹，不只是穆若雪危险，整支族群都会被卷入黄泉的追捕。所以他们动手极狠，不问姓名，不留痕迹，每一步都像夜色里划过的薄刃。袁姬怀里还揣着一面银镜，镜中是穆若雪的脸，银镜那头，穆若雪一身素衣坐在灯下，她看起来平静无波，可杯中的茶水一直被她指尖震出细碎的纹路。每一次黑雾靠近宗人府，她的眼神都会更冷一分。她没有亲自来，却在赵府里远程指挥着一切。黑雾翻过宗人府的墙头，冷光一闪，明岗暗哨接连倒下，整个宗人府被他们无声无息地拔掉了大半守卫。全仙族出手极快，他们不恋战，不出声，黑雾贴着墙根滚过去，守卫只来得及看见一点寒光。等风重新安静下来，地上已经横倒了一片，而我的房间里变成我模样的清雀正趴在桌上发呆。大司机怎么还不回来？无聊死了！下一秒，门外传来闷响，清雀推开门缝，看见一个守卫倒在门前，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吓得当场尖叫，差点把屋顶都掀翻了。门外的岳西愣住了，神主找的男人就是这样。袁姬捂住脸，只能硬着头皮点头。岳西想吐槽，袁姬赶紧指了指银镜，意思是神主正看着呢。岳西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神主口味真特别。清雀终于反应过来了，他现在顶着我的脸，若对方是来杀我的，那遭殃的不就是他吗？他赶紧拿出同心骨灵，拼命注入真元，嘴里不停念着大司机救命。可这骨灵的声音只有我能感应，偏偏这时候的我正被丝竹声和酒气裹住，整个人像泡在温水里。清雀的求救就这么被醉红楼的喧闹彻底盖了过去。我在醉红楼里喝得正欢，外衣丢在一旁，骨灵响成了蜂窝，我也半点没听见。清雀急得快哭了，刚想变回青柳鸟逃走，房门轰然炸开，岳西踏着黑雾走了进来。你就是赵锦瑜。清雀看着他，只觉得眼前这女人漂亮是真漂亮，可那眼神也是真吓人。他根本不敢解释太多，因为他越急，对方越觉得他在装傻。清雀疯狂摇头，我不是你们找错人了。岳西当场冷笑，都这个时候了还想骗我？他伸手一抓，像拎小鸡一样把清雀拎走了。清雀心里只剩一句话，你们真的劫错人了。赵府里，穆若雪坐在桌边喝茶，看似镇定，手指却一直死死攥着杯沿。他已经想过了最坏的结果，如果劫狱失败，他会亲自出手；如果皇帝追责，他就提前带我离开大周。他把所有后果都想了一遍，唯独没想过救出来的人根本不是我。银镜亮起之后，袁姬说：神主人就出来了。穆若雪终于松了口气，嘴上却淡淡说道：这么多人出手救出夫君，本就十拿九稳。袁姬在镜子那头疯狂腹诽，神主浑身上下最硬的就是嘴。穆若雪立刻下令，宗人府被劫，皇宫很快就会封城，趁消息没散马上出城。袁姬问带去哪？北荒无涯海。这不是随便选的地方，无涯海远离京都，又是全仙族能完全掌控的地界，只要到了那里，皇帝的手再长也很难把我抓回去。他甚至已经想好，先把我安顿好，再想办法稳住赵家，那是全仙族的地盘，他要把我彻底带离京都。可他不知道，他就
走的根本不是我。他以为自己抢回了夫君，其实抢走的是青雀。他以为自己在逆天改命，其实这一把直接把所有人的命线搅成了麻花。不久之后，宗人府的守卫发现出事了，鼓声轰然炸响，黄庭军连夜赶到。司马洪一脚踹开我的房门，屋里空荡荡的，人不见了。京都瞬间炸了锅。宗人府是什么地方？那是皇家的牢狱，有人能在皇城脚下劫走重犯，这不是打司马洪的脸，这是把皇帝的脸按在地上反复摩擦。而我呢，天快亮的时候才从醉红楼里晃出来，几个姑娘还拉着我。大爷真不留宿。我摆了摆手，我有天下最漂亮的媳妇，在你们这儿留什么宿？说完我赏了银票，转身上了街。街上忽然有金甲军急奔而过，甲片撞得哗啦作响。我们一眼一看，黄庭军大半夜出动，那些军士跑得很急，火把映着金甲，像一条条烧红的铁蛇穿过街口。我还靠在墙边看了两眼，心里半点波澜都没有。我想了想，最近我也没惹事，肯定不是找我。我还在心里嘀咕，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大半夜把黄庭军招出来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倒霉蛋就是我自己。于是我绕过巡兵，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宗人府。外面已经被黄庭军围得水泄不通，可他们想拦我还差得远。我翻回小院，喊了2声青雀，没人应。我嘀咕了一句，这小妮子偷溜了，亏我还给她买了礼物。我醉意上头，倒床就睡，房门碎了也不管，院里冷了也不管，反正我以为青雀只是贪玩，压根没想到她已经被人当成我送出了京都。这一夜我睡得香得很，可京都里很多人都睡不着。5更天还没过，宫里的人就冲进了赵府，把我爹从小妾的床上拽了起来。李公公急得满头冒汗，赵小公爷从宗人府跑了，请国公入宫面圣。我爹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而是怀疑，因为他太了解我了，要是真想跑，不会留下满地守卫，也不会把自己弄成全城通缉的样子。这种场面太粗太吵，太不像我的风格。我爹眼睛一瞪，不可能，绝不可能。他比谁都清楚，我要想走早走了，何必闹出这么大动静？更何况赵家在宗人府里还有案子，真要救人，完全可以静悄悄地带走。这种血淋淋的劫狱法子，一看就不是赵家的手笔。可宫里来人不像是说笑，他只能一边更衣一边派人去查。穆洛雪站在阁楼上，看着我爹的马车远去，轻轻叹了口气。他知道麻烦要来了，但他不后悔。在他心里，只要我还活着，麻烦就都能解决。可若我死在京都，那前世所有的噩梦就会重新压回来。在他眼里，京都就是龙潭虎穴，带我去北荒才是最安全的选择。第二天一早，我在宗人府醒来，宿醉让我头疼的厉害。我运转真元逼出了酒气，才发现房门碎成了一地木渣。我愣了一下，难道我昨晚喝多了把门踹坏了？我还认真回忆了一下，昨夜好像没跟门有仇，可头太疼，我也懒得多想。再一看，青雀还没回来，我心里骂他，让他坐牢，他竟然一夜不归，是不是我太宠他了？我端着木盆去井边洗漱，刚出门，几个金甲守卫就死死盯着我，那眼神像大白天撞见鬼了一样。我低头看了看，裤子穿着呢，于是我抬头问，你瞅啥？几个守卫当场大喊，快通知将军赵景瑜没跑。我端着盆站在风里，整个人都懵了。什么叫没跑？谁说我要跑了？我看着他们慌成这样，心里忽然冒出一个不太好的念头，昨晚那对黄庭军该不会真是冲我来的吧？很快，皇帝来了，我爹来了，4天监正临江也来了，我爹一路都在撇锅。我手无缚鸡之力，绝不可能逃出宗人府，一定是有人掳走了我。皇帝冷着脸，让临江卜算我的下落。临江是4天监正，善卜算通星象，皇帝把他带来，就是想证明我到底逃去了哪里。可这次连天上的星象都像在跟皇帝开玩笑。临江拿着罗盘转了一圈，脸色越来越怪。皇帝问他算到没有，临江低声说，卦象显示赵公子就在宗人府。空气当场凝固，司马洪也跑了过来，附在皇帝耳边说，陛下赵景瑜又回来了。皇帝嘴角抽了一下，人跑了还能自己回来，这是离谱到连姬星河这种城府极深的人都差点没绷住。他本以为我逃了，结果我不但在，还在刷牙。他们来到小院的时候，我正蹲在井边用柳树条刷牙。我看见皇帝和我爹站在门口，气氛尴尬的能凝出水来。我举起柳树条，试探着问，一起刷牙？皇帝沉默，我爹也沉默。司马洪脸色铁青，昨晚你明明不在房里，我一听就知道宗人府真出事了。可我昨晚在醉红楼，这话能说吗？不能。所以我当场冷笑，许是上茅房去了，怎么上茅房也要向你报备。司马洪当场怒了，直呼我的名字。赵景瑜，别人怕你我不怕。我盯着他，慢慢挽起了袖子，下一秒我抬手就是一巴掌，啪！这一声又脆又响，连井边的水面都跟着颤了一下。司马洪身后的士兵齐齐瞪大了眼，有人手都按到了刀柄上，可看见我爹站在旁边，又硬生生憋了回去。全院瞬间安静，我冷声说道，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什么东西也敢盘问小爷？司马洪捂着脸，整个人都懵了。他是黄庭军领将，2品将军，元刚劲武者，可我这个纨绔当着皇帝的面抽了他。这一巴掌抽的不是司马洪一个人，抽的是黄庭军昨夜查案不清，抽的是他敢拿我当囚犯审，更是抽给皇帝看。小爷没跑，心里更没鬼。抽完我就躲到了我爹身后，用眼神告诉他，该你上了。我爹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块会惹祸的祖传玉佩，值钱是真值钱，砸手也是真砸手。我爹无奈，只能拦住司马洪，拳子无状，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司马洪气得快吐血，偏偏皇帝还在，他动不了手，而我爹嘴上道歉，手却挡得严严实实。他那表情像是在说，我儿子能打你，你不能还手，不服也得憋着。皇帝把他叫到了院外，准备查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院中只剩我和我爹，我立刻把他拉进了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才那一巴掌是为了把注意力从我夜不归宿上移开。我越嚣张，别人越会以为我昨晚真在牢里，只是睡迷糊了。若我太心虚，皇帝反而会顺着往下查。所以这一巴掌看着冲动，其实是最好的烟雾弹。现在门一关，我才真正开始后怕。我爹一说原委，我脸色瞬间就变了。昨晚有人劫了宗人府，整个宗人府里只有我不见了。可昨晚在房里的不是我，是变成我模样的青雀。也就是说，那帮人把青雀当成我劫走了。我赶紧摸出同心骨灵，注入真元。这东西是我和青雀之间的联系，只要他没死，灵里就会有回响。那一瞬间，我连呼吸都停住了。平时嫌他聒噪，真到他没声的时候，我才觉得心口发沉。很快，林中传来微弱的虫鸣，青雀还活着，而且已经在城外了。他的气息很乱，像是被吓得不轻。
亲，我终于确定这不是刺杀对方是把他当成我，想带我离开京都，我想亲自去救，可黄庭军把宗人府围得铁桶一样，我身边又没有第二个亲雀替我坐牢，我出不去，但我有人可用。皇帝以为关注我就能限制我的手脚，可他忘了，京都这张网里，赵家有限，巫蛊族有限，我自己也有限，只要我轻轻一拨，城外就会有人替我动刀。我立刻借我爹的人，把密令送到了京郊赵家庄园，那里藏着巫蛊族的高手，平时他们吃我的，住我的，一个个喊我大司机喊得响亮。现在圣女被劫，该他们用命的时候到了。四长老拓跋也收到信，激动的差点把桌子拍碎。他来京都1个月，每天好吃好喝，却一直没见到我。可看完信，他眼睛瞬间瞪大了。圣女被拐走了，对巫蛊族来说，青雀不只是个小丫头，她是圣女，是族群未来的象征。有人敢动她，就是当众往巫蛊族脸上踩。更何况青雀还是我的人，动她就等于同时打了巫蛊族和我的脸。拓跋也在迟钝，也知道这一次若就不回圣女，他别说见我，回族里都没脸抬头。拓跋也当场怒吼：有人敢掳我族圣女，真是找死！他身后的族人也全都变了脸，刚才还在闲散喝茶，转眼间眼神就像淬了毒的刀。巫蛊族可以在京都装孙子，但圣女被动谁都忍不了。他一声令下，来人扛我刀来！巫蛊族高手立刻全员出动，一路奔向城东山道。不久之后，他们伏在了官道两侧，周围全是密林和峭壁。有族人小声问：四长老手这里真能等到人吗？山风吹过密林，树叶沙沙作响，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不是普通劫匪，他们要劫的是敢闯宗人府的神秘高手。对方能从皇城眼皮底下带人走，说明实力和胆子都不小。拓跋也压低声音：大司机信里写得清楚，东城门10里外只有这条官道最好走。那伙贼人若带圣女往北荒走，就一定会路过这里。他手掌按在刀柄上，眼神像一头蹲在雪地里的狼。只要马车进入峡口，他们就能把路彻底封死。所有人都伏低了身子，弓弩压下，蛊虫入土，刀锋藏进草营里，整条官道安静的只剩风声。可杀机已经像网一样彻底铺开。可又有族人问：万一他们已经过去了呢？拓跋也脸色一沉，心里也没底。就在这时，草丛里有人急喊：四长老有马车来了！拓跋也猛地抬头，只见官道尽头烟尘滚滚，一辆马车正缓缓驶来，车里坐着的到底是不是青雀？若是，拓跋也这一刀下去就要和全仙族正面撞上；若不是，青雀可能已经被带去了更远的地方，再想救他就难如登天。驾车的黑雾女人会不会发现埋伏？若两边真打起来，全仙族不敢暴露身份，巫蛊族也不敢闹到明面，一场本该暗中结束的救援，很可能变成两族高手的正面厮杀。穆洛雪若知道自己拼死就走的夫君其实是个吓到尖叫的小丫头，她会是什么表情？更要命的是，皇帝刚以为我被劫走，真正的我却又回到了宗人府，这盘棋已经彻底乱了。而这一切的荒唐，都从一个最简单的误会开始。青雀以为自己只是替我做一碗羹，穆洛雪以为自己救出了夫君，皇帝以为赵家终于露出了破绽，巫蛊族以为圣女落入了敌人之手。可真正的我，只是喝多了，回牢里睡了一觉。这一觉醒来，京都的暗线全被扯动了，每个人都往前迈了一步，也都离真相更远了一步。更麻烦的是，我不能直接解释真相。我若说昨晚在醉红楼，皇帝一定会顺藤摸瓜，查出青雀替我坐牢的事。我若说被劫走的人不是我，穆洛雪和全仙族的线索就可能暴露。所以我只能一边装糊涂，一边把所有人重新按回棋盘。这不是就一个青雀那么简单，这是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把一场劫狱案改成一场无头谜案。我越是表现的嚣张，皇帝越难判断我是真是假。我越是像个没心没肺的纨绔，他越会怀疑昨夜劫狱另有黑手。这就是我唯一能用的遮掩法，用荒唐盖住破绽，用纨绔挡住杀机。可棋子一旦动起来，就不只听一个人的命令。马车里的青雀在求救，山道上的拓跋也在等刀响，京都里的皇帝在等答案，赵府里的穆洛雪却还以为自己赢了第一步。皇帝以为赵家劫狱，赵家以为有人掳我，穆洛雪以为自己救了我，巫蛊族以为圣女落入贼手。只有我知道，这场乌龙若处理不好，京都第2天就能炸成一锅热油。皇帝会追查劫狱者，穆洛雪会继续藏身份，巫蛊族会对全仙族下手，而我还得继续装作自己昨晚哪都没去。下一步到底是谁救谁，谁又会先露出真正身份？